又到了1年的岁末了，我们又改车了。今天倒上一杯茶，跟大家聊聊今年这个车是怎么玩的。咱们先从我们这次的车说起啊，这是最近大卖的新款的问界 M7， 据说已经定出去17万辆了。我选了一个我最喜欢的配色啊，松双绿配少华性内饰，非常的优雅。啊，这颜色我觉得是最近的新能源车里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这车呢，本身我们也试驾了啊，非常好用的一个车，辅助驾驶极聪明啊，在小区里都能开啊，非常的聪明。而且这套增程混动也是可油可电啊，开起来非常舒服。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让它变得更有范儿、更帅一点啊，更符合我们出去露营啊、出去郊游啊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哪怕我们开着它上下班，一看到这辆车，心里都会非常放松啊，非常舒服。首先，这车的本身的颜色松双绿，大家听这名字吧，松树、寒霜，松树上有一层冰霜之后的那个颜色啊，冰清玉洁，非常的优雅，但是呢，饱和度很低。于是我就开始寻找灵感，我看到了一个广告片，就是他们开着这个问界 M7， 在秋天。啊，这个胡杨最美的季节，在额格大旗的胡杨林里头，非常的漂亮啊！那个胡杨的金色和车的造型相得益彰。哎，我决定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胡杨做到车上啊？无论什么季节，今天天寒地冻啊，依然可以找到那种感觉。于是我决定把胡杨搬上这辆松双绿的车，让最漂亮的颜色和最美的景色融为到一体。我选择了一幅胡杨的水彩画。啊，把这幅画印到这个车上，同时我们在车的整个底托啊，选择了胡杨所有的颜色金色里边啊最金黄的一种颜色作为这车的底托的颜色，然后向上渐变啊，逐渐渐消。这看起来挺简单的啊，但实际施工起来是比较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喷色贴膜改色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它是要在一个白膜上喷你想要的颜色，把车漆完全覆盖住。我又想要松双绿，又想要胡杨金啊，让它们能融为一体，这事儿就没那么容易了啊。最后我们找了好多供应商啊，最后有一家用 3M 最新的一款膜，一个技术，就是它可以在透明的膜上喷色，然后让它逐渐的一点点变淡，达到我想要这种融为一体的效果。但是这个并没有那么容易啊，我们喷了很多遍啊，开始喷你会发现有个问题，色并盖不住这个绿色，它会透过去啊，显得特别淡啊，基本上透明了，不是你想要的这种压得住的颜色。然后后来他们的技术是在上面先喷白色，然后再喷黄色，这样的话拿白色先把原车漆的颜色罩住啊，再喷黄。但是又出现问题，会大面积的漏白，就是你渐变渐着就白了。那怎么办呢？就逐渐一点点计算，反复的试喷啊，把这白减少，黄加多，一点点计算。最后达到了这个想要的效果。还有一个特别费劲的事儿，就是大家看这个保险杠实际上是有弯曲的，那么你要在弯曲的上面见销，还要把这个膜贴好啊，因为这个透明的这款喷色膜它没有普通的改色膜那么大韧性，而且咱们这个造型是要连续的，你不能无限的拉伸那个膜，一拉伸它就跑了。所以看起来很简单的点缀的这一点点胡杨金，其实费了大量的精力啊，我们前后贴了1-2周的时间才实现。其实整个这个车贴下来啊，做起来最难的部分反而是最不起眼的这个后保险杠最后这个角这儿啊。为什么是这样呢？首先大家看这后保险杠角，它其实很多个角度，它要拐过去，它还要扬上来。我们开始想简单了，我们画图只画了一侧面，然后在这儿黄的结束了就完了，结果发现这儿有一个特别难看的结束的一个白印儿。结果又重新画啊，考虑到侧面的问题，但是画图的时候是2维的，你只能去想去计算，那大概到哪儿，然后让黄色逐渐的消失啊，分2个方向逐渐的消失，最后贴在车上之后呢，这个膜总有一个结束的地儿啊，如果竖着结束会非常难看，所以最后顺着这个趋势这么结束的啊，让它消失。黄还不能多啊，多了之后，因为后面我们还做了一块是上面深下面见消的，所以这2块黄不能交界。必须得及时的结束，然后这样消失，试了好几遍才实现的。这幅画也是，它是一个水彩画，现在大家看到它底是一个水彩纸，它是有纹路的。那么怎么能把它抠下来啊，让它
不露白，我们想要的部分留下，不想要的部分没有，这事儿也是费了大劲了啊！这幅画反复的抠了很多遍，最终实现了这个想要的效果，让美丽的胡杨和松双绿的问界 M7融为一体啊！最喜欢的2个颜色都在一起。胡杨精神呢，作为华为的一个核心精神啊，已经传承了多年。华为也曾经捐赠了5万棵胡杨树啊，用于这个治理沙漠。胡杨我们都知道是一种特别顽强的生物啊，它在地面上可能就这么一点，地下有10米深的根儿，面对极度的干旱呀、大风沙呀都能抵御。这正是华为公司这些年的精神。光有胡杨车身涂装，氛围总感觉还差那么一点点，不够休闲，不够野，是吧？于是我们给它装了一个顶帐，啊，上面有帐篷，有小梯子，可以坐里面喝喝茶、钓钓鱼，这是不是就到位了？这就是我们今年前的一个改装小作品啊，问界 M7大漠胡杨版。我觉得在今天这地方，宋庄美术馆来给大家拍这车，感觉特别对啊。发布自己的一幅画嘛，是不是？里面就是画廊啊，站在这儿，这感觉还挺搭的。问界 M7全新的改款，这些设计也正好跟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非常的搭。大家看，保险杠多了这个横装饰条之后啊，正好有地儿放这块胡杨金色的渐变，这样让前后能呼应上啊，跟侧面也能呼应上。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就很奇怪，是吧？这颜色缓不起来。同时，这次的这21寸大轮毂，我觉得也非常漂亮。是我改装唯一一次没动轮毂，我觉得这就是最佳方案了。直辐条的啊，密辐条的轮毂很大啊，显得很精神、很华丽，跟这些金色也能配到一块儿。这儿的渐变金色正好跟银色镀铬条能融到一起，精致感就出来了。不得不承认啊，现在的新车可以改的余地越来越小了。比如这辆车本身的这个松双绿就很好看，轮毂也没问题，少华性的内饰也很好看。所以我只能在上面作画了。看似改进幅度比较小，实际上花的功夫一点都不比过去里外全改少啊！这幅画真是费了劲了啊！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样啊，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心中有这份胡杨精神，能在各自的领域把自己的根扎得深深的，能够抵御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逆境，顽强地生存下来。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话汽车，咱们下期再见。